人走了，政府忙着發獎章，但家屬直接拒領，這耳光甩得真響。大家都在談論你所看到的專業，但我們要問個更殘酷的：一個在行政院經貿辦 OTM 爬到副總代表位置的人，難道不知道這裡早就是聽話酬庸的天堂嗎？這究竟是使命感的末路，還是官場鬥爭輸掉的代價？我們先聊聊中經院。這地方名義上是國家智庫，其實是專家進官場的前進基地。進去的人大玩客卿遊戲，以為靠專業能救國，其實進場的第一秒就要明白規矩。你可以不專業，但絕對不能不聽話。在這種體制裡，說真話的人反而成了最礙眼的沙包。談判對手應該是外國人，但顏慧欣最大的敵人竟然是直屬長官、總談判代表楊珍妮。新聞爆料那種高分貝咆哮，只是這台聽話機器的日常。更可怕的是，當專業被霸凌，周遭那些唯唯諾諾的應聲蟲，為了保官位，選擇集體沉默。楊珍妮只是站在前台的人，背後那個只要奴才不要人才的體制，才是真正的劊子手。你可能會質疑，既然環境這麼爛，長官這麼惡質，為什麼不乾脆走人？真的有骨氣，何必硬要留在這場派系間的無情清雅裡當異類？是覺得沒了你，台灣經貿會垮，還是捨不得那份副代表的光環？在政治修羅場裡，使命感與戀戰權位有時只有一線之隔，這才是這場官場現形記最諷刺的地方。這就是最讓人心寒的資源分配。政府可以大撒幣補助那些立場正確的作品，像那個玻璃睾丸獎，卻對最前線談判、帶病工作的專業人才極盡壓榨。對於權力者來說，大內宣的門面永遠比國家的實力更重要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這群其餘人會憤怒到想翻桌。今年農曆年，人在加護病房的嚴副代表終於死心了。他寫下辭職信，控訴資訊被架空，專業被駁斥。這就是官場真相：你越專業，你就越危險，因為你的數據會戳破政治分贓的謊言。你的堅持會擋住權力者的路，最終他只能用最慘烈的方式跟這個失靈的體制說再見。這不只是顏慧欣的命案，這是技術官僚的末日預告。如果這個體制只留下唯唯諾諾的應聲蟲，台灣將無人可戰。2026年，我們不再是背景，我們要用選票拿回專業的尊嚴。我是小溪，分享出去，讓這群官僚知道。人民在看。